都比没有好。贫道文才师承茅山正宗，大家都知道我是英叔的徒弟，但我人生最精彩的还是拜师前的那段经历。当时为了生计，我和千鹤、师木等人在一起讨生活。我和肥猫扮成赶尸人，其他人假装尸体来运送违禁品。由于我们经常来往这条路，很少有人会检查我们。来到客栈以后，大家都卸下伪装，准备白天休息，晚上赶路。可没想到今天居然来了生意，我们担心影响运送违禁品，并不想接着单生意，可雇主却是这里的地头蛇。我弟弟就在门口，你们看着办。我们不接生意，连客栈也出不了。肥猫掂了掂任老爷给的大洋，改变了主意。看着这么恐怖的尸体，我打起了退堂鼓。我早就说过不干这一行了。你不干这行，干哪行？我们商量对策的时候，手脚不干净的黑眼镜偷走了尸体的玉佩。很快，千鹤就想到了运尸的方法。我出城的时候，元宝跟胖妞一前一后夹着尸体就行了。商量好对策，我们就要连夜出城。可守城的官兵见我们多了一具尸体，就起了疑心。城门官更是拿来了毒蚂蚁做实验，幸亏实验对象是那具真的尸体。就这样，我们顺利过关。来到没人的地方后，我们就卸下了伪装，尸体自然由最壮的胖子背着。可不出意外的话，意外就发生了。我和胖子居然掉进了沼泽。由于我体重较轻，一下就被大家拖了上来。可胖子实在太重，我们只把他拉了上来，他背的尸体就沉入了沼泽。反正任老爷已经付过钱，我们也并未在意。就在我们走远以后，那具尸体吸收了沼泽中的晦气，居然尸变了。一直到晚上，我们才找到客栈休息。我胆子比较小，就让黑眼镜陪我去厕所。可就在我方便完以后，发现黑眼镜的脑袋被人转了180度。我立刻召集大家过来。千鹤检查完尸体，发现不是同行想黑吃黑，因为货还在他身上。处理完黑眼镜的尸体后，我和肥猫就开始调查凶手。能徒手掰断人的脖子，肯定不是一般人。恰好此时村民正在处理死猪，原来是昨晚不知道被什么把血吸干了。村里的老人怀疑是僵尸。随后我们两个跟着血迹找到了一个古塔。回去经过商量后，我们打算替黑眼镜报仇。对付吸血鬼，只有3样东西：符咒、网、童子尿。随后，肥猫开始在村里收购童子尿，而我这个茅山正宗自然负责画符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我们便来到了那个古塔。我们分成3组进去寻找僵尸。四木刚进来就摔进了蜘蛛窝，幸亏后面的千鹤甩出飞镖干掉了蜘蛛。就这样，四木成了非战斗减员。与此同时，我和胖子有了发现，我立刻给肥猫发信号。眼看身后多了个影子，我转身就是一罐童子尿，结果是过来支援的肥猫。我们刚才看见那个鬼。是啊。哎，给我一点童子尿。我们只好把剩下的童子尿递给肥猫，出了塔。肥猫还是不放心，就到塔顶检查，果然是站得高看得远。一上来他就发现僵尸正在那里抱着一只猪吸血。肥猫立刻掏出手枪射击，可手枪已经被童子尿浇湿，根本打不响。肥猫见状赶紧收起手枪，准备用童子尿对付僵尸。可恰好此时阿彪经过。就这样，阿彪送了人头。眼看僵尸要上来对付自己，肥猫急忙给我们发信号。我们见到这种情形，急忙张开大网。肥猫眼看僵尸靠近，一咬牙就跳了下来。起初我们都以为肥猫凉了，可等太阳出来后，肥猫居然奇迹般复活。就在此时，四木发现了新线索。我们在不远处找到了一个洞穴，里面居然别有洞天。见多识广的四木感叹道：哇，这次我们发财了，是个帝王的陵墓啊！黄明自然也是最好的养尸地，僵尸在这里也是如鱼得水。胖子一头撞到了钟乳石，洞里突然地动山摇，兵马俑也纷纷倒塌。我们见状，急忙向一处水潭逃去，水里似乎有什么东西。肥猫伸手一捞，却捞上来一颗头骨。慌乱中，四木的脖子似乎被什么咬伤，我留下照顾他，其余人则分头去找僵尸。眼看四木一时半会不会醒，我就想看看墙上的盗洞通往哪里，说不定还能找到1-2件陪葬品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先是把保险绳拴到腰上，然后拿一把小斧头钻进了盗洞。但是不出意外，意外发生了。看着近在咫尺的僵尸，我差点被吓尿。
急忙找出我胡乱画的灵符，希望能起点作用。可是我被吊在半空中晃来晃去，根本贴不到僵尸身上。我急忙求救，醒来的四目听到我的求救声，就钻进了盗洞。结果他脚下一滑，直接掉了下来。我急忙拉住他，想要把他拉上来，可僵尸却先行一步，将人拽走。就在僵尸要对付我的时候，千鹤及时赶到，他立马扔出飞镖，切割了僵尸的胳膊。可这家伙压根不知道疼，千鹤反而白白送了小命。胖子见状，立马扑过去与僵尸决斗，却也领了盒饭。还是肥猫聪明，他拽着保险绳救下了我。为了弄清事情的原因，我们又回去寻找雇佣我们的任老爷。可任老爷为了自保，怎么也不肯说实话。任老爷好像算到晚上僵尸会找他报仇，于是请来山上的道士对付僵尸。俗话说，法坛越高，功力越强。这个老道士一看就有真本事。午夜子时，日月突然无光，天空也风云突变。老道感觉有尸气正在逼近，就连法坛周围的辟邪之物都压不住这股戾气。只见僵尸破门而入，我和肥猫顿时被吓得两腿发软。稻草人！在老道的指挥下，我们两人立刻发动了机关。眼看僵尸被稻草人困住，老道引下天雷将其点了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僵尸会随稻草人化为灰烬，但老道还是低估了这只僵尸。烈焰炙烤几分钟后，僵尸竟浴火重生，直扑老道而来。老道赶紧拿出铜钱剑，然后给铜钱剑附魔，就朝僵尸刺去。法师，法师，这个鬼的冤情太大，不关你们的事，你们快点走吧。老道还没交代完，就突然咽气了。眼看僵尸向我们两个走来，我只好施展我的绝招。僵尸听见打鸣声，以为天亮了，就赶紧逃走了。我们两个知道这件事情不简单，就假扮僵尸吓唬任老爷。这时任老爷才说出了实话，原来就在前不久，任老爷80大寿的寿宴上，他一眼就相中了唱曲的冬梅，于是就拿冬梅的丈夫逼她就范。眼看冬梅不从，任老爷就活活淹死了她的丈夫。冬梅的丈夫，也就是她委托我们运送的尸体，可能是天意弄人，尸体掉进沼泽，吸收了晦气，变成了僵尸，居然抓住了任老爷的把柄。我们自然要讹一笔封口费。任老爷也是个痛快人，当场就给了20根金条。回到房间后，肥猫就把金条绑在身上，准备跑路。可是任老爷怎么会给我们机会？他早就调集了人手对付我们。很快，我和肥猫就被反绑在河中，然后又将冬梅的尸体搬出来，把它放在一把椅子上，并装好炸弹。炸弹的按钮就在冬梅背后，只要有人触碰冬梅，就会引爆炸弹。结果河水中却突然浮出奇怪的东西，我和肥猫趁机赶紧解开绳子，跑到了岸上。而任老爷就惨了，他的船突然急速旋转，然后僵尸从船底破船而出。还没等任老爷反应过来，僵尸就已经扭下了他的脑袋。随后，僵尸就来到冬梅身边。就在僵尸触碰冬梅的时候，也触动了炸弹按钮。就这样，两人终于可以在另一个世界相见。我们两个拼命游到岸上，才发现金条不见了。无奈之下，我们只好假扮神父，开始给人驱魔。但倒霉的是，第一单生意就碰到了硬茬子。经历过这件事后，我就拜师九叔，成了茅山弟子，而肥猫也成了远近闻名的捉鬼大师。到这里，我的故事也就结束了。我们下期见。